中国的国企 BAIC 北京汽车集团和马来西亚的 EP Manufacturing Berhad 签署了一份长达10年的生产合约，要在马六甲北国本地组装 BJ40 和 X55。那可能马来西亚人对 BAIC 北京汽车北汽集团比较陌生。那在 Mercedes-Benz Group AG，BAIC Group 就占了9.98%，是 Mercedes-Benz Group 里面单一最大的股东。然后在 BAIC Motor Corporation 里面 ，Mercedes-Benz Group 又占了30.38%。所以用大家最容易明白的方式，就是北京奔驰这个 BAIC 跟 Mercedes-Benz 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这代表说，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 X55 用了 Mercedes-Benz 的 engine、Mercedes-Benz 的 chassis 或者是 Mercedes-Benz 的变速箱吗？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也会分享我自己对于这一台即将要在马来西亚组装的 C7 SUV 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是戴主义，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and Facebook page。Let's go！ 如果不听声音，单看画面，你可能会以为它是一台纯电动车，因为很少有燃油车可以采用这么封闭式的一个前脸，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吸气口、什么进气口，因为全部都隐藏在这个钻石形的地方，小小个，然后这边有一条长条形的这个呼吸道。那设计的话，它就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分离式车灯、日间行车灯跟高灯、低灯都放在这个地方。另外 ，X55 的风阻系数低至 0.32 CD， 比 Porsche Cayenne 和 Audi Q5 还要来得低，因为它的 benchmark 是 Mercedes GLC 0.31 CD。然后值得一提就是呢，这边写着 BEIJING， 那之后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它会换上 BAIC 的 badge。我自己是蛮喜欢 X55 的车尾造型，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 Premium SUV， 而且这个价位啊，大概在120到140千左右而已，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一个 look。然后它跟其他中国 SUV 不同的是，至少它不会让我觉得它看起来像谁。然后这边有 Beijing 的 badge， 但是这边就补了一个 BAIC 给你。然后过后来到马来西亚的呢，会采用 Quad Exhaust 四出排气管。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属于一个路式版本，就只是有隐藏式的双出排气管。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心脏。这一台 Beijing X55 呢，采用 1.5 L 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有188个 PS 跟305个牛车米的0到100 7.8秒。所以它的直接对手 Proton X70 也是 1.5 L， 不过是3气缸，马力比它少，扭力比它少，0到100也比它慢。而且重点是它是一个 4 cylinder 4气缸。北京 X55 或者北京新魔方的轴距是2735mm，Proton X70 和 Tiggo 7 Pro 都是2670mm，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现代 C7 SUV 尺寸。因为马自达 CX-5 跟 Honda CR-V 都是2700个mm，但它的车长就比 CR-V 短了很多。但值得一提就是啊，它用的是隐藏式的车门手把，然后在中国的北京新魔方呢，这边还用了跟奥迪 e-tron 同款的电子后视镜，只是在海外版本就暂时拿掉。我之前介绍 Lotus Spectra、Lotus Electra 的时候，我有介绍过那个东西。然后在它的轮胎尺寸的话，低配的是18寸，高配的是19寸。再来 X55 作为一个 C7 SUV， 它的后悬挂系统是 Multi-link 多连杆的独立悬挂系统，而不是 Torsion Beam 扭力梁非独立悬挂。X55 的离地间隙是160个mm。所以你在上下车的时候是不需要跨太高，而且呢，我注意到它的门槛是做到比较厚的，所以你看到吗？你的屁股不会敲到这个地方，咻一声就可以咻进来。OK， 相当的好，而且很深啊，椅子。可以说我的身高是178cm， 这个驾驶座是以我的身高来调整，没有刻意把它推前啊。说翘脚的话 ，OK， 我觉得不会碰到。然后头部空间的话，如果我要做到很直啊。因为这个 headrest 是 fixed 的，不能调整的，所以刚刚好可以 cover 到我的后脑勺，cover完整粒头了。然后一个拳头不到啦，但是你坐斜一点就还可以啦。然后这边有全景式的玻璃车顶，就可以多一点空间。地板中间是平的啊，所以你可以坐到来这边。脚不需要打开这样子，你可以放这样子，但头就直接动到了，因为它的车顶还是以一个比较流线型、比较溜背式一点的造型来设计。但椅背倾斜程度的话是还可以调整的哈，还有一个 stage。2个冷气出风口和一个 USB Type A 的接口，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后排的2个座椅，它的设计就好像 Porsche Panamera 和 Mercedes A45这样子，就跟住前面2个椅子来设计，好像有4个跑车座椅这样子的一种风格。虽然轴距比 X70和 Tiggo 7 Pro 长，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间呢就只有350公升，那2个对手都在500公升左右。那如果是 CR-V 直接去到600多公升。那行李箱空间小到啊，它好像一个 B segment SUV 这样子了。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椅背非常的斜，就是它把空间留给了前面还有下面，因为据说这个平台是 ready to 做 hybrid 等等，所以下面要留很多的位。所以现在你打开的话，它下面是有这个备胎，但不是全尺寸的啦，就是一个临时备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行李箱空间就是处于一种够用就好，刚刚好就好，而不是那种多到你不知道怎么用。北京新魔方是中国第一款采用华为 Harmony OS 鸿蒙系统麒麟 990A 芯片的燃油车， 14.6 寸超大宽屏60寸的 AR HUD 和奥迪e-tron 同款的电子后视镜，科技感拉满。但这一台不是北京新魔方，这一台是海外版的 Beijing X55 BAIC X55， 所以很多的东西出海了之后都被迫要拿掉。然后虽然是这样子啦，它还是给你一个10寸的萤幕来主宰车子的大小系统，还有10.25寸的电子仪表板。然后这一块萤幕呢是用来调整你所有的空调系统，包括你要打开你的 Power Tailgate 都是透过荧幕里面，冷气的温度、驾驶模式，所有的东西几乎是到 Tesla 的那个水平了。但我不确定它有没有 Over the Air 这么先进啦。然后目前我家的这个还不是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所以它没有 Apple CarPlay 也没有 Android Auto， 那这个在2025年应该会得到改善，得到解决。那其他东西就是好像一个 BMW X1 的中控台设计这样子。当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是 Tesla 车主，所以我觉得用一块荧幕来操控所有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它连这个Auto Brake Hold 啊都要透过荧幕里面去调整。然后你的这个 Mirror Auto Fold 啊，你锁车 Side Mirror 会自己收起来，也是在荧幕里面去调整。所以很少有这个价位的 SUV， 这个价位的燃油车把所有东西都整合进去里面，所有没有任何一个 button。你说 BMW 至少还有意思放1-2个按钮给你，所以除了这边之外，就是这个方向盘上面的2个滚珠。那讲到这个滚珠，就更像 Tesla 了，它跟 Tesla 几乎是同一个 supplier 供应的这个滚珠这样子。然后质感的话呢，整个 dashboard 用的都是软质的皮革 ，Piano Black。软质皮革，有一点 hard plastic， 然后整个 door panel 都是软的，摸下去了。然后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之前介绍的 Toyota RAV4 这样子，用了这种菱形的条纹，还有钢琴烤漆红色缝线。我觉得这个质感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是方向盘上面这个 Beijing 的 logo 会不会换成 BAIC？I mean for me personally， 我觉得 Beijing 没有问题啦。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很好笑啊，Beijing， 因为在中国国内没有问题用Beijing，可是在海外大家觉得哈 ，what is this？ 可是我觉得Beijing就Beijing了，有这样吗？启动引擎，非常的小声。我在还没有开始驾这辆车子之前呢，我就被它这个怠速的静音能力感到很惊讶。它 start 车的声音不像是我过去试驾过的中国车。再听多一次啊！它很安静，而且那个 vibration 啊，你会 feel 到它没有这么强。所以我现在要进去 D，let's go。因为它的这个马力扭力是188 PS， 305 Nm， 比这个 X70 多，然后甚至比这个 Tiggo 7 Pro 的 1.6 Turbo 还要多。它在低速的时候，在这种10、20、30的时候。因为很多的 Turbo 搭配 DCT 的 engine， 在这个时候它会有一点好像消化不良这样的嘛，就是要有一口饭吞在喉咙吞不下去那种感觉，可是它没有，很 smooth。看，然后当你在加速的时候，它那个 curve 才慢慢的上来，它那个动力它不会说好像倾盆大雨这样子倒下来。好像我过去试驾过的，你说 Proton 的 1.5T 或者是 Chery 的 1.6T 或者 1.5T 啦，当你在全力加速的时候你看它很 smooth。那这个没有错，是叫 Magic Core 魔盒动力。
那据说它的这个 data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能够在怠速的时候达到57.5 dB 的这个分贝。这个车子呢，我觉得它的声音跟它的动力是协调的啊，它不会说雷声大雨点小。你看，好像慢慢的加速 ，Sport Mode 啊 ，OK。所以我们过一个绕道。轻轻的摆动，看一看它的武功如何。可以 go。OK。呀，坦白说，虽然没有到那种 Volkswagen 那种感觉，不过已经比它的同级对手好很多。至少它的整个 G-Force 啊，你在驾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是 hold 得住的。那除了驾驶模式之外，你可以在 Driving 这边去切换 EPS， 就是电子助力方向盘的这个模式，它有 Standard 跟 Sport。当你去到 Sport 的时候，你的这个转向力度就会比较硬一点。OK， 我们来看看高速时候的感觉，踩到完，落到完。Break。我还是觉得这个引擎是它最大的卖点。我们不要讲它的车头造型、车尾造型、轴距的长度、后排的空间还是娱乐作业系统、荧幕多少寸、speakers 多少个，我们不要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你真正这个北京 X55 北京新魔方，它真正最大的卖点就是在它这颗发动机，这个 engine。它这个引擎 smooth 到我已经开始在网上去找它到底跟 Mercedes-Benz 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不管我在 Google 我在百度我都找不到任何它官方宣称它用了 Mercedes-Benz 的引擎的部件，因为这台车子在国际上的市价非常的少，所以 right hand drive 的就只有在 South Africa 南非跟我们一样是右舵版本，我才可以在那边读到很多这个车媒的 review 等等。看来看去，只有一次有一个 journalist 写到有这个北京汽车 BAIC 的工程师说，他跟 Mercedes-Benz GLC 的 engine share part。share part 是一个很隐晦的说法，比较官方的说法是它是 BAIC 自主研发的4气缸引擎。讲完了它美丽的地方之后，我们就来讲一讲它没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像是它在超过100 km/h 之后特别是在120之后，这个窗外的风声就会很明显的传到你的耳朵这边。那很讽刺的就是呢，当我听到这样子的风声的时候，它居然让我想起了 Mercedes-Benz。因为我过去介绍很多 Mercedes-Benz， 特别是本地组装的 C-Class 当你走到这个时速，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风声。所以这个是一个称赞吗 ？I don't know。总之，就好像有些多大的车型因为他们 TNGA 过后他把这个玻璃做到很大片所以当他把玻璃做到很大片的时候，他又没有使用 laminated glass 夹层玻璃、双层玻璃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你一跑快就会有这个声音。当然还有机会的，因为我现在驾的这个并不是要卖给马来西亚消费者的车型，过后它会从中国 CPU 市场进口一批。再过后，它会有本地组装的版本，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在他们这个工程师团队下，还是能够想办法去缩小、减少掉这个风噪声的。如果你打算在2024年底，现在或者是2025年你要买一台 C segment SUV， 那你要不要等它，或者是你要不要给它一个机会？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说货比三家，如果你货比的那3家差异性不大，这样你比来干嘛？对不对？那你货比3家，你一定要拿一台在某些方面比较 outstanding 的。现在讲它很多东西还有待观察啦，但是呢，你怎样有待观察都好，你要记得首先这个 BAIC 北京汽车集团，它是一个国企。OK， 首先它的财力你不用去怀疑它。
再来呢，它跟 EP Manufacturing Berhad， 那 EP Manufacturing Berhad 呢，也就是 Proton Produa Honda Toyota 的这个 supplier。他们虽然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不过你本地组装你是组装你的 door panel、你的门把、你的手把、你的chassis、你的底盘、你的悬挂，还是要一间公司去 supply 给他的。那这个 EP Manufacturing 呢，就是大咖，那他们跟这个 BAIC 签的是10年的 contract， 所以有着强大雄厚的这个北京汽车的背景，加上 Mercedes-Benz AG 的这个股份和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从2025年开始，当你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价格在15万以内，这个 BAIC Beijing 55或者北京新魔方应该纳入你的考量里面。所以还有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因为马来西亚这个车子太新了，所以如果有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观众，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看看它的口碑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交流看看。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来加 Facebook page， 也记得加入每个月15块的我的会员制戴主义的 membership。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去玩卡。